做自由的模型 TC 哥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型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高高翻模的 MGSD 巴巴托兹第4形态。那么这一款模型目前的现货价格是58元，万代的目前现货价格相对来说会更贵一些。回看了一下上次翻模的自由高达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并且在这中间高高还翻模了一个彩透的自由高达。那么对于本款模型，虽然渗线加水贴处理之后远看还行，细看的话真的就是各种塑胶废边，还有一大堆零件瑕疵就暴露无遗了。最终事实依旧是那个高高，当时自由高达的小毛病也不少，关节问题也有，把玩起来也不太行。这一次 MGSD 巴巴托兹在此基础上问题也会更多，所以本期视频着重是以我个人的学员建议为主进行评测。板件部分在之前的专栏里已经发过了，这里就不再过多的赘述。至于流传的所谓的第2批、第3批次，就目前看各位的评价，有说修的，有说没修的。我个人感觉也算是属于产品品控参差不齐。不过我手中的这一款模型应该是把该遇到的问题都遇到了。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主体、滑膛炮、钛刀、大锤、通用支架，还有一点废件，这些都属于是标准配置。啥时候能在巴巴托斯的模型上看到点新东西啊？第4形态品鉴的实在是太多了。顺带一提，本款模型的水贴是仿照雪燕做的，去拼多多或者是淘宝搜索雪燕的 MGSD 巴巴托斯水贴，下面也是有水贴示意图，可以参考一下。我手中的这个只是贴了铁奥坦的标志和一些划痕水贴，各位可以简单的参考一下。本款模型在设计上秉承着该系列目前的标准，拥有完整的骨架内构，可以看作是 MG 巴巴托斯骨架的简化版本，细节也有，不过主要都集中在了胸部的雅哈普反应堆。再就是 MG 比较特色的液压杆零件提供，本款模型也有，但是 MG 是有银色漆面， MGSD 给的反而是金属成型色，会很抠。高高翻模的质量本身就一般，细节刻线只能说有，但是糊。板件虽然是有做隐藏水口，但是水口尺寸都特别大，很多地方也是设计的很难受，要么在犄角旮旯，要么就在弧面。这种大水口一切还容易发白，速度状态也会有影响。即便是日后有做板喷的，这个水口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结合着骨架一个部分来处理本款模型我遇到的问题。首先来看一下头部，本款模型的头部骨架组合度还可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比较别手的部分就是安装眼睛透明件的时候需要看好角度再进行安插，这个地方会有些紧。高高的眼睛银色零件细节貌似有一些阉割，加上这一款模型金属成型色做的是真拉呀，颜色暗淡，水纹巨多。至于有时候掉色的问题，我还真的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过想要眼睛效果更好一些，这边还是建议针对银色零件给它比涂一下，效果会更好一点。面罩零件安装偏紧，需要用力一点进行按压。不过安装进去以后依旧会有回弹，在不想展示骨架的状态下，建议把卡损消除以后用胶水进行固定。下巴的红色零件安装偏紧，这个部分是需要有一个向下摆的位点，卡的时候需要注意力度。安装完成之后，这个部分也会有一点精度误差，有点缝隙。白色面罩的问题就是雪铁龙参差不齐，需要笔刀再处理一下。面颊两侧白色零件需要处理的就会多一点，这个部分我不太清楚卡损和万代是不是有区别。安装完成以后缝隙很大，所以我的处理方案就是针对 F1 板件的38和37这两个零件的弓形卡损进行消除。原本零件安装的时候，这个部分正好会卡在骨架上对不进去，处理好之后，原本缝隙大的问题就会解决，面颊两侧零件也能更贴近中间的面部。这个部分还需要处理一下 A19 和 A20 两个零件，原本这个部分有个方形卡损和黄色零件误差会比较大，所以直接消除就能贴紧安装，不会弹出。头部剩下的外甲全部安装也没有问题，天线把玩的时候可能会有些松，可以选择性的加固。脖子部分的液压杆不具备抽拉结构，根部是球形关节，有一点可动，不过这两个银色液压杆零件得手动进行复位。底下白色零件也是卡扣进行连接，带有一点可动。脖子和胸部是卡扣连接，只有前后的可动幅度，但是头部底端有一段引出关节，脖子关节上端还有一个活动关节。关节组的提供给这一款模型的头部提供了比较优秀的可动角度，翻模的紧实度也还可以，不过头部的尺寸还是比较大，加上下巴零件的干涉，低头的时候限制还是有的。胸部的问题就比较多了，我们依旧是从骨架进行出发，按照说明书的步骤 A29 这个零件比较松，把玩很容易掉，卡不进去。又因为这个部分是有活动关节的，所以无法完全用胶水进行加固。这里我的处理方案是把零件圆形卡损内部填充一点胶水，然后使用流道或者是牙签等能捅进去的东西，把胶水简单涂抹一下。等胶水干了，零件表面也会增厚粗糙一些，这样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固定作用。或者为了省事儿，直接使用蓝丁胶固定也可以，不过蓝丁胶的话可能会被顶出来。胸部两侧有一个拉伸的引出关节，也是比较松的，可以使用上述的两种方案，针对 B23 这个零件进行增厚加固处理。
同时针对胸部连接手臂的这个柱形卡榫也是需要加固处理。胸部这两侧零件 A28、27都是需要胶水加固粘在这个零件上。在外甲部分 F1 的43和44安装拼紧需要消除一点，一板零件的8、9、10安装拼松需要加固。本款模型针对驾驶舱的部分也是有一定的刻画，舱门很容易拉脱，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了。除此之外，还需要处理的一个部分就是腰部和胯部连接的柱形卡榫装进去是比较紧的，活动的时候腰部会扭到变形，包括腰部的液压杆和银色零件也会变形。为了把玩的安全性考虑，需要针对柱形卡榫进行打磨处理。我这里有一个个人的偷懒小想法，只需要2刀，用石口钳找到柱形卡榫其中的一个边，然后稍微削掉一点，让卡榫和孔位中间有点空隙，最后在下方斜着给它来一刀，装进去会更加的方便。这样算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既能保持关节紧实度，又能保持关节流畅度的方案。全甲部分都是常规设计，内衬分件会比较多，但是前军甲的外甲零件安装都比较松，容易掉，需要加固一下。根部的球形关节也需要加固一下。裆部前端装甲安装是比较松的，把玩虽然不会掉，但是为了稳定性建议加固处理。后肩甲的白色零件也是需要胶水加固。侧肩甲的球形关节刚装进去其实还可以，整体的可动幅度也还好，活动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球形关节也会容易脱出，需要加固处理。胯部还有引出关节的设计，并且这个地方是有限位的。裆部底端的盖板可以活动，内部预留了支架接口，但是这个孔位会有点大，和支架零件安插比较松，需要加固处理。如果不做处理，一把玩真的是会噼里啪啦的掉。在可动表现上，整个胸部相对来说是非常可以的，配合裆部还有一个引出关节，加固后这个部分的把玩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手臂骨架的问题有2处，第一个是连接肩胛的柱形卡榫比较短，有设计卡位凹槽，但是没有起到作用。我的做法是使用胶水增厚加固处理。手臂平台部分的紧实度虽然一般，但是在握持垂锚的时候，胳膊的稳定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是否进行加固。上臂的平转关节也会很松，这个部分依靠前后这2个零件夹住进行固定，依旧可以采用上述方式进行固定。增加摩擦力，也可以填充一点蓝丁胶，或者是塞一点手指增加稳定性。后方的 B12 也是建议使用胶水进行加固。骨架部分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外甲部分，需要处理的就是 F1、F2 板件上的23和24这2个零件，卡榫精度误差会很大，装上去也会有缝隙，也会回弹，所以这个部分就把内部卡榫全部消除固定，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因为下端这个部分是带有镂空细节，也会有一些精度误差，需要先把镂空的这个部分摁进去，然后再进行安装就可以了。手臂部分的17和18是需要进行消除下端卡榫，避免回弹，或者使用胶水进行加固。至于剩下的外甲部分，正常安装就行，没有太松或者太紧的情况。但是吧，这个表面这一种埋汰的细牙丝和完全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恶心凸起，想要观感好点，就只能打磨了。关节加固之后，手臂的可动也是比较优秀，配合胸部的引出关节，整体的可动角度是比较不错的。113可动手内部也有卡榫，握持武器的稳定性也还可以。肩胛和肩膀的卡榫连接也会容易掉，建议加固一下，增加把玩体验。腿部的骨架问题就会比较多了，按照说明书的顺序一点点来。脚腕活动关节 B39 需要加固，这个部分会很松。小腿和脚腕连接的 B38 需要加固，主要处理2侧的柱形卡榫。大腿根部零件 C1 的2号零件和胯部连接的柱形卡榫需要增厚处理，抬腿这个地方会比较松。再一个就是该组件的腿部连接问题很松，和手臂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部分塞蓝丁胶填充的话，由于安装的时候会进行挤压，所以蓝丁胶会从2侧给它压出来。我是使用手指加固增加紧实度，或者各位有更好的方案也可以分享出来，主要还是堵住2侧的孔洞。这个部分另外需要处理的就是侧面的零件 B42， 是需要先把大腿零件怼到底部再进行安装。我的建议是，这个卡榫本身就没有起到什么固定的作用，直接消除，然后依靠上方的卡榫把这个零件粘在大腿外侧就可以了。腿部骨架我遇到的就是这些问题。外甲的问题首先就是脚部的白色零件和脚底板的红色零件需要胶水加固，注意不要把脚腕零件粘上。后脚跟的白色零件也是需要胶水加固。大腿的黑色零件 A17 安装会很紧，需要消除一点卡榫再进行安装。同时大腿前后外甲也是需要胶水加固。
腿部虽然比较短小，但是可动关节还都是有的，可动幅度也是比较够用。但也正因为这个腿比例会很小，很多外甲会有点干涉，所以在玩的时候还是要好好注意一下。联动的话，膝盖装甲倒是有一点，整个可动测试只有小腿后方推进器盖板会比较松，这个部分我感觉没有什么加固的必要。MG SD 巴博特斯的背包设计有2个部分，我感觉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是和主体的连接不再是普通的柱形卡榫固定结构，而是采用了卡扣，给予了背包一点可动角度。主推进器也是正常的可动，造型处理上也会更合理。背包两侧的展开机构也是有做出来，对比 MG 提升最大的部分就是卡扣的连接，不会像 MG 那样没有固定卡位。武器配件依旧是 MG 巴博特斯的老3样：锤矛、太刀、滑膛炮。先来说说没啥改变的，比如太刀。实际上剧中太刀有2种样式，在第10集结尾第4形态拿着太刀首次登场是没有白色护手的，而后续登场的太刀是增加了白色护手。当然了，这把武器也是3名最不喜欢的，太刀可以通过连接件插在背包上。滑膛炮有2个问题， G2 的17和 F1 的31这2个零件都是需要进行加固，除此之外就是零件精度造成的缝隙。唯一有亮点的可能也就是握把根部是球形关节，可动角度会多一点。锤矛在玩法和设计上也是做了一点不一样的设计， MG SD 没有 MG 那样的匕首玩法，但是锤柄的部分也是有了设计推出结构，推出之后前端的尖刺和4周的零件都会联动展开，但是没有拉回来的联动是比较可惜的。加上锤矛这里的左右合零件需要加固，避免把玩的过程中出现松脱。锤矛也是可以通过连接件固定在背包上的，3把武器是3选2的配置。总的来说，这一款翻模产品和之前翻模的自由戈达定价一样，但是素质表现却不如之前的产品，问题反而更多。从质量和定价考虑，高高这款翻模的真的不太行。如果像我一样折腾来折腾去处理好了，那么把玩起来也还凑合。原本万代 MG SD 巴博特斯的设计就还可以，摆动作把玩是不错的选择。设计上的东西都说完了，再来说一下板件素质表现很差，即便是有渗线和水贴遮挡，依旧是不太行。巨大的隐藏水口配置也是很脑瘫。大变模型终究是大变模型，高高也还是那个高高。如果能接受我视频里展示的这个过程，像我一样不图快，而是一点点做，修修补补慢点来，那么就也还好的状态。模型本身存在的客观缺点肯定是有的，剩下的就看玩家怎么选择和处理了，或者直接不选择。本期的 C 哥模安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